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聊美股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来看一下，周五出了一个经济数据，但是呢，因为周五是复活节，所以在周五是休市的。但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农数据安排在了周五发布。那么这个非农数据，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看一下，它比预期的要强很多很多。而且这个失业率也比预期的要低，所以周五出了这么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但是又是不是交易日，又是在休市的。那么这个非农数据的话，是对股市的话是利空的，或者叫偏利空。它对美元啦，对美债收益率是利好的，因为这个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就业率非常高，对吧？然后就业人数非常高，然后那个失业率也比较低，比预期的要低。那么，等于告诉市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没有想象，没有之前担心的那样迅速恶化。那么在当前还叠加了中东战争，还有能源价格上行的背景下，这个非常强的就业数据会强化什么呢？通胀不容易很快回落的担心，从而推高市场就是对美联储降息可能会更晚，甚至更少的预期。所以说，这就对我们股市或者如果说你只交易股票来说，好数据，这就是一个好数据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据，代表着一个坏股市，意味着，数据好，那么就美联储就没有降息的压力，那么他们不降息，对股市或者说对一些中小公司来讲就是坏事儿，对吧？相当于你不撒钱嘛，钱少了，市场中这个流动性可能会差一些，所以说在下周一开盘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低开的一个状况。当然了，在周末这个或者在复活节，中东那边也没有停歇这个战事的状态，还在互相这个攻击。然后呢，在刚刚过去这周，虽然说只有4天交易日，但是这个股市也是跌宕起伏的，受到这个各种消息的刺激，对吧？一会儿是特朗普 Taco 啊，一会儿伊朗那边又要开战呐、一会儿又要这样又那的，对吧？所以市场中这个噪音特别多。那么对我们来说，其实交易是比较难的。那我来看一下下周除了这个非农数据以外，还有什么要关注的这个经济数据？除了非农数据以外，还有最重要的这个就是 PCE 数据，还有这个 CPI 数据，是在下周四和周五。那么在周一的话，还有一些非制造业指数啊，然后这个周二，对吧？跟这些耐用品相关的，周三还有原油，然后周三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美联储他们的这个会议纪要，对吧？但是这个会议纪要是上一次的，因为现在他们内部的这个分歧也比较大，然后美联储主席应该是在5月底，还是说在6月份就要到期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即使到期，他也不一定退。就是说，因为新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啊，还没有通过国会两院的这个决议，还没有通过呢。然后现在特朗普还在追加这个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这个一个形式，一个这个好像说他们在建设美联储大楼的过程中，可能是超额支出了，还是怎样？反正就一堆事儿在围绕着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说，如果说针对他的案子，如果说不 drop 的话，就是说他如果说在退任之前这个案子还没有了结的话，那他就不会退任。他不是不退任美联储主席，而是不退任美联储的一个就是还是那个美联储这个这个政府里面的一个职位，是这么玩儿，对吧？但是这个的话，他如果说不退的话，相当于就会少了一个坑嘛，相当于特朗普就少任命一个人，对他们最终投票是有影响的。所以说他也是，这个还在这个双方还在争斗中。那么在美联储内部的话，现在各种声音也是不是那么的平衡。所以说，这个会议纪要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呃，inside 的一些这个对他们内部的一个，状态的一个
窥探，可以这么说。那么在重点就是周四和周五的这个 PCE 数据、GDP 数据，对吧？然后 CPI 数据，所以说重头还在周四和周五，这是跟这个通胀相关度非常高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关注的这些标的，就先看一下标普。但是今天我们要分析一个个股，这是 PEL，这是我们的会员朋友在这个频道里面留言，想要分析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大家其他人任何人都可以在我的频道下方留言，任何一个视频下方留言都可以，因为我在后台都可以很容易的看到。那么这样的话，针对你们关注更多的这个个股，可能更有针对性。大家也可以问一些跟缠论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相互讨论，对吧？所以说，欢迎大家积极留言。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标普，然后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股票，然后还有很多我想跟大家一起，这个类似复盘，大概看一下很多关注度非常高的、流动性非常强的一些个股。我们先看一下这标普，这个是3M，因为本周开始已经进入第二个季度了，2026年的第二个季度。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季线，对吧？在季度图上，这个非常明显的是什么呢？出现了季度的顶分型，它是有包含关系，上面3根 K 线有2根有包含关系，但是经过包含关系处理之后，主要看的其实是这是25年最后一个季度的低点，25年最后一个季度低点的在6521，那么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 K 线应该是这样的，也就是低点在6521，高点在7002。那么这么一根 K 线，本季度已经跌破了6521了。本季度目前这几个交易日的低点在6474.94，对吧？说明这个季线的顶分型已经出现了，前面也是出现过，这里出现过一次季度的顶分型，季度的顶分型，这都出现过，但是就是没有成为有效回落一笔，因为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季度大中枢，我们之前在上周做会员专享的复盘已经说过了，这个的回落是因为这个 IT 泡沫、网络泡沫，第二次这个回落是因为这个次贷危机，对吧？造成了2次回落之后，构成了一个大箱体、大中枢。然后这里还出现过几次大的回落，看这根有一个大的这个回落，这个回落是2002年，是这个疫情，对吧？但是疫情只造成了1个季度的大幅回落，然后就开始美联储开始印钱，大幅印钱，对吧？这一波的大涨，我们看一下，从这个这是在2020年第2个季度大涨，一直到涨到什么时候？我们看，涨到了21年的第4个季度，涨了99%，非常牛的一个波大涨。然后这波回落是什么？这波回落是美联储加息，暴力加息，然后这个加息加了3个季度啊。当时那一年，这是2022年，非常难做，一直到了第4个季度才开始不加了，或者说开始缓慢速度了。所以这3个季度，2022年的这个头3个季度是非常难做的，当时是跌了26%，将近30%的一个回落，对吧？所以说你对这大的事件比较了解之后，你就知道，那么虽然说现在这个中东战事还在进行中，但是你觉得它能够造成像美联储加息的这么大的一个伤害，还是说能够像次贷危机或者说互联网泡沫呢？你说哪个能跟这前面这几个暴力下跌的相比较来跌一笔的季度上一笔的回撤？我们现在看不到，除非是什么2战发生了呀，或者说美联储不降息了，又开始要加息，对吧？因为美联储就是靠加息降息来调节这个市场中这个钱的流动度嘛。这个，只要钱还在市场中流，只要钱没有出现枯竭的状态下，那么就不会出现这种跌了3个季度的这种30%的回撤。现在看不到，现在看不到。然后图形上还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迹象，就是这个5G 均线，这根均线是5季度均线。你看它这个踩的非常的健康，前面这里。你看，贴着5季度均线往上走，对吧？基本上没有长期的在这个5季度均线下面，这里是有过几个季度在下面，但是又拉回来了。
所以说你通过观察这个5季度均线，现在也没有看到明显的要掉头。那么这是在这个季度上这个大周期上。那么我们要看一下季度这个大中枢这个离开段，现在就是小 B 段，看它这里虽然说不能够有一个30%的回调，但是有没有给一个很浅的一笔回调呢？这就是我们要关注它的次级别了。这就利用我们的区间套，看一下月线上。那么月线上我们之前数过，我现在把这个先把这个五均线这个给它去掉，因为它相对的比较乱。那么在这个月线上的话，我们之前数过，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一个回落呢？现在潜在的是一个1、2、3、4、5、6、7，是一个月线的第8笔的回落。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我们有2个模型，一个是7浪衰竭和9浪衰竭，现在这一笔是处在第7浪里面，或者第7笔里。那么现在就是在走8，对吧？这是我们从这个缠论或者从模型里面来分析。那么你也可以从3491这里你测一下它潜在的这些回落位置，对吧？我一般只用3个0.382、0.5、0.118，你也可以把这个我们再加上2个，把这个0.236还有0.786都给加上，对吧？因为它如果说只是特别浅的回撤的话，可以只到0.236的，那这样的话月线上就回落一笔了。第8笔的回落结束了，也碰不到前面的这个4818，那还是在浪形里面啊。1、2、3、4、5、6、7、8，还可以有9，对吧？或者说我这个第9浪不出新高，不能够突破前面的7002，那我就在这里做中枢喽，对吧？所以说，但是呢，你这次2次回落还是下面这个季度大中枢的300，一定要注意，它们的级别是不同的。因为下面这个大的季度中枢的级别大，你在月线上出现2次回落，还是下面的300，这是一定要注意。那么这是在这个季度上，那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又变了，又变成3491，哎，这一笔虽然说是潜在的这里要回落一笔，月线上要回落一笔，但是在它只要它没有出现之前，你就不能说100%要这样选，它也可以是一个中继的月顶分型。也就是说3491可以上涨继续，可以是上涨延续，对吧？它可以是2个方向都选的。那么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内部结构，看一下周线。周线这个结构我们就比较熟悉了，3491 A 中枢 B 中枢，2个中枢的高低点看上去离得挺近，但是没接触上，还是一个趋势上，对吧？那么针对第2个中枢，我们的关注重点就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回落了，也现在也够一笔了，然后回不来，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300，哎，还可以再打一个高点，或者说我这个是现在还没有周线的底分型，现在看的周线那个周期是周线，还没有出现周线的顶分型呢。那么没有出现周线顶分型，它就可以继续向下延续啊，还可以拉回来。拉回来的话，我们要看是在这个中枢的上轨这里能够得到支撑，还是说要往下砸一砸到这个中枢中轨。这个中枢中轨，哎，刚好很巧的也在120周均线这里，看到没有？这个位置刚好也是120周，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的位置。如果说真要往回砸的话，那么这就是你要关注了。那么最次的当然就是或者最坏的就是砸穿这个中枢，也有一个反弹不回到中枢里面来，然后往下走，就给一个3脉，这是最差的。说现在这3种情况都不知道，是有可能形成哪种，因为没有给到，因为这段没有完结，你在它没有完结的时候，你就判断肯定要出现哪段，那你这是预测。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个完全分类，不测而测，目的是找到它的边界条件，对吧？什么是边界条件？如果说想出现300的话，我的边界条件就是底分型首先要出现。你不出现底分型，你怎么可能止跌呢？你不出现底分型，你怎么可能出现向上的一笔呢？对吧？这就是出现300的情况。那么什么是震荡？那个要是在做中枢震荡呢？它的边界条件就是要回到中枢里来。你必须要砸破这个，要砸回到6099内部来，对吧？那么什么是要走3脉呢？那就继续砸，砸得非常深，然后一个反弹不回来，然后往下走，对吧？所以起码要跌破这个中枢下沿才可以。那么震荡的话，就是要跌破这个6099，回到中枢里来看它是不是要再做中枢震荡。所以每一种情况都有边界条件，
你所要做的就是观察它，出现了边界条件之后再动，在没有出现边界条件之前，说明它要延续之前的走势，你就不能动，对吧？所以说我们不是盲目的在等待，而是有清晰的这个触发条件的。那么现在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7002这个回落这一笔，虽然说现在也没有出现底分型，但是看看内部结构能不能够有这种可能性啊，对吧？现在这个 MACD 也拉回到零轴，看它这个 MACD 也拉回到零轴附近了，现在还没有下去。如果说能够在零轴上收平，或者说在零轴下一点点也可以，不要下得太深。你下得太深的话，那这个可能就要砸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了。所以说这就是观察 MACD 现在还没有出现特别恶化的迹象，在周线上起码是。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段它的这个次级别日线，这就是我们平时做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标普的日线。那么在日线上，它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最主要的是没有出现背驰状态，就是这三段日线上现在是有三段，1、2、3。那么这个3现在是不背驰的，虽然说最近，本周是已经谈了3天了吧，这是3月31号周二开始上涨，周二、周三、周四基本上都是涨的。那么这个现在是，但是这笔还没有够一笔，我们之前是测过，这个3是不背驰的，目测我们也能看出来，它是有一个6475，我这个没有拽过来。6725，这是我们当时测的6725这个位置是一个1、2、3等比例的位置，在6725。那么它在这里也是挣扎过，跌破了6725之后，我就一直说它3是不背驰的，一定做多要谨慎，有反弹先减仓，对吧？你不知道它能走多深，走多远。那么它直到杀到了1.618之下，杀到了6316了，在图形上是看不到任何支撑的，就是起码技术上我们是看不到，在日线上看不到任何支撑。那么这段是不背驰的，所以说这个4的反弹，你有能力可以去做，没有能力就只做反弹。现在虽然说现在反弹的很强，但是这个4啊，就是这个1、2、3、4的反弹还没结束，或者说它也可以不结束，直接就打掉这个底分型，再继续往下走，说明3还没结束，对吧？那就看下周了，下周能不能够因为这个，当然了，周一有可能是要低开的，因为我们说了这个非农数据的刺激。但是我们看有没有其他，特朗普会不会再发一些消息啊？会不会有其他这个战争方面的消息来出来，或者有一些利好消息出来，对吧？都有可能左右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涨跌幅。那么主要还是观察它能不能够反弹够一笔。那么立刻你就会发现，在均线上它就有这个这200天立刻就会到这里，200天在6650附近。我们在日线上把这个5天线也给加上，5天线非常明显，就是最近是站上了5天线。我们看这个裸 K，这是3月31号周二这天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标普是涨了2.91%，对吧？也是这个特朗普 Taco 也好，或者其他消息利好消息刺激，是上涨了2.91%，对吧？而且今天这一天是突破了5天均线之后，在周三和周四都是在5天均线之上，所以我一直讲，在这种单边下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个短期的5天均线对它的一个攻击。如果说你连5天均线都站不上的话，你短期是不可能上涨，或者说不会出现大的反弹的。那么在周三、周四，你会发现，尤其周四这个回撤、回踩非常技术，看到没有？刚好是踩到了5天均线之上。如果说你在周四盯盘的话，开盘之后你就盯着它，日线上你就盯着它能不能踩到5天均线之上。踩到5天均线上，你就可以短线做多，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信号，对吧？那么我们等会儿可以再往下降低周期看一下，当时当下在周四那一天是什么位置能够进，什么状态能进。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3，也就是说从6952下跌的这第3笔日线的第3笔的内部结构，看它内部是不是有没有饱满结构啊，有没有一些这个我们跟模型相比较啊，是不是相对已经饱满了呀，对吧？那么这就是从6952下来的一个结构，6952下来 A 中枢，然后做了一个 B 中枢，但是这两个中枢的高低点有接触，
出现了一个扩张大中枢。那么这个先不管它，如果说从6316这里断开，如果说能够在日线上出现一笔反弹的话，那这里就会生长出来一笔，也就是在1小时上的话，它起码给我3笔，对吧？它出现3笔就会在日线上出现一笔反弹。所以说，那么左侧我不管你是2个中枢趋势下，还是说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的一个盘整下，都无所谓，都无所谓。你只要是一个走势类型下就可以，对吧？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啊，这2个中枢高低点接触了，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大的升级之后的中枢，然后再往下走，然后再生长出2个来呢？这是只是其中一种可能，这只是你做这个完全分类推演情况下的可能，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是你需要力量啊，对吧？如果说它出现了这里，我虽然说升级了，但是我也可以是一个右侧是出现了3笔反弹，这样的话，它两个这个这是一个盘整下升级之后的一个盘整下，然后这是一个3笔上，对吧？这是走势类型对应走势类型，它俩的级别是相等的，级别是相等的。所以说，如果说这里出现了3笔反弹的话，你要知道它级别是相等的，它可以继续往下走的。这你就不需要去分析说，哦，我这是一个升级中枢，是不是升级之后，我这里升级之后我要继续往下走？你这里要断开来分析了，这就是我们用的非同级别分解，可以这样走。所以说，这就是出现1、2、3、4，还可以有5呢，还可以有5呢，可以没结束的。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个4的反弹，看它能到什么位置。当然了，最强的就是直接一个微转，再次突破7002也可以呀，也可以的。稍微弱一点的就是，哎，拉回到这个碰到了6775，这里有一个类中枢，拉回到这里来，然后给你一个3脉之后往下走也可以，这是也是一种情况，这是稍微就差一点了，对吧？还有一种就是这样，我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了，然后踩一下给个2买上去，这就比那个直接微转的稍微差一点，对吧？这就是相对比较好的情况。所以说最次的当然就是这个4。没有碰到前面的这个6775，直接给5，甚至是5还不背驰，那就有6和7了。所有的这些和这些都不能够预测，你只能去跟随它。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关注于当下走势的一个结构，我去跟，然后我们再次回到1小时上，我现在只关注的是6316右侧这几段，我们把这个也拽过去。那么在当时当下，我们把这个价格也给它标出来。这个6609和这个6474这2个位置其实很好抓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做交易短期交易的时候能不能够抓到这2个位置，因为它有很好的信号给到。6609这个位置就是这个120均线，看到没有？120小时均线刚好在这个位置。那么它反弹到这个位置了，你可能当时没法走，但是呢，它出现顶分型的时候你就应该减了。它从下面上来之后，然后还可以借用前面这个中枢，你把这个中枢拉过来的话，它其实就拉回到中枢里去了，对吧？这是这个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里震，然后拉回到中枢里来，然后又顶到了120均线。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在下面，如果说有这个进场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减一点？起码应该减一点，对吧？6609这个位置减一点是没有毛病的。这么明显的一个压力线，然后在当时当下这个位置怎么能够进场呢？因为它之前一直下跌的这个，也不是那么的流畅下跌，所以说不太好进。我教给大家的办法就是看5分钟，我们看5分钟上发生了什么，把这个拽过来，这是最低点，然后我们把这个均线去掉，在5分钟上这个中枢非常重要。在5分钟上，这个中枢是非常重要的。我跟大家讲过，在小周期上，就是5分钟或者5分钟以下，5分钟、1分钟你就不要去看什么模型了，你要盯的是多空能量转换。所谓多空能量转换，就是它从前面的一种空头状态下跌的时候，它一直没有转换出多头来，或者说多头一直没有萌发出来，或者说多头做多的力量没有显现出来，对吧？等到这一天开始，在这个3月31号这一天开始，它出现了一个大的跳空缺口，直接回到了这个跳空这个前面这个中枢，前面这里有一个5分钟中枢的，你可以把它借用过来，它直接回到这个中枢之上一个跳空，这个就是多头显现，这就是一个多头开始出现它强势表达了。那么我当时教给大家的是，这时候你可以不追它，
但是每次回撤的时候要进，每次回撤的时候要做它的这个结构买点，也就是这些买点都是二买，二买，二买，前面是一买，对吧？你这个止损就放在前面的一买这里。虽然说你在这个5分钟上看这个空间挺大的，我们看一下，它其实并没有很大。如果说你在这个底分型之后进的话，只有1.56%啊，看着5分钟上看着空间挺大，其实只有1.56%的空间。对你想做一个5分钟以上交易的话，这个止损、这个亏损你是需要承受的，你必须要能够承受这个1.56%的回撤，你才能进。如果说你说我连1.56%都承受不了的话，那这个交易你是不能进的，对吧？因为你要防止它这里出现了2次回落之后继续往下走，这就相当于把前面这个中枢又纳回来了，就相当于一个扩展了，中枢扩展升级了，可以继续往下走的。所以说你这里要做这个止损的这个防护，这个亏损是一定要能够承受的，你承受不了的话是不能这么做的，对吧？但是每次回落一定要买，买的原因是因为它这里出现了多头的一个表达，它可以往上走的，因为前面的结构已经相对饱满了，看到没有？已经相对饱满了，所以这个位置一定要做的。你们这个位置不参与，这2次回落，尤其是第2次回落这个二买不参与的话，后面跟你没关系呀，对不对？所以我一定在小周期上你要看什么，就是这种多头的强势表达出来之后，你要敢于参与。虽然说前面跌得非常狠，但是一旦出现了多头转换的迹象，你要在第一时间内进场。所以说，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在小周期要观察多空强弱的这个力度转换，这是非常明显的，你不需要猜。强就是缺口，缺口是在所有的这些技术指标里面最强势表达，晓得吧？缺口是最强势表达。那么在这个1小时这个回落怎么进？就是这个，我们把这个均线再拿回来，对吧？当时这个回落，也就是在日线上这个5分钟回撤，日线上这个5日均线的回踩，把这个5分钟再加回来。这个5分钟回踩，我们看裸 K，5分钟回踩这一天怎么进的呢？看一下5分钟，当时是把这个也去掉。那么在1小时，首先1小时这个回落的时候是够一笔了，我们把这个1小时的也给它弄出来。1小时当时当下这个首先是回落够一笔了，就是说在周四开盘之后，虽然说有带跳空缺口，对吧？这里是有跳空缺口的，然后回落也够一笔了。然后呢，你还要去测当时可能的一个回落的位置，然后它是开在了0.382，我们把这个其他的也去掉，因为留3个的话就基本上够用。开在了0.382这个位置，然后又往下垂了一点，但是垂一点你是不知道它能够是不是继续往下走，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盯1小时了，这个时候你要盯的是5分钟。我们再把这段高亮一下，看一下5分钟，就是这个5分钟这个位置你怎么能够进得去？因为这个位置是一个二买啊，这个位置是1小时的一个二买，对吧？它又回到了前面这个中枢里面来。我们刚才也讲了，这是一个中枢，这是一个中枢，然后一个强势表达之后，这个回落的二买，这是潜在的一个二买。但是你不知道，当时还没走完之前，你是不知道它是不是要再次下去的。所以说这个是通过日线的五日均线回撤，还有5分钟的一个位置。我们再看，这就是我刚才在1小时上高亮那一段。那么它在5分钟上是个什么结构？在5分钟上是这么一个结构，1、2、3。但是呢，这个3当时是不背驰的，跟1比较，我们也可以测一下。这是这3段，当时它跌破了16543，但是呢，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出现了一个5分钟底分型，5分钟底分型这个位置又是日线那个回踩5日均线那个位置，对吧？这个位置在5分钟上你是可以尝试进的，因为在大周期上得到了支撑。我们把其他的也给它清掉，把这个切到5分钟上。这个是1小时的回落，然后我们再把5分钟均线给它加上。我们看，在日线上它是踩到了一个5日均线，所以你进场的依据是回踩5日均线。这个是回踩5日均线，而不是用的5日线的这个背驰不背驰。5日线5天就是5分钟周期上它是不背驰的，对吧？但是在大周期上它踩到了这个5日均线上，然后
5天上又出现了一个底分型，所以出现这个底分型的时候，你是可以进场做这个短期这个反弹的。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均线给它去掉，我们再看什么时候出。那么我当时是出在了这个顶分型这里，就是我当时看的还是其实结合了5分钟，1、2、3、4，就4的反弹，做了这么一小段很短的一个日内反弹。但是后面这个并没有吃到，因为当时我还是在看1、2、3、4，想做二买呢，对吧？给一个二买，甚至给一个1、2、3、4、5之后做一买。但是呢，它出现了顶分型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消息刺激，歘一下又上去了。所以说这段你是吃不到的，但是无所谓啊。你做极短线、超短线的时候，你就吃你能够认知到的，或者说你能够分析到的那一段，后面这段跟你没关系，就不是你应该挣的钱，所以这无所谓的。但这段你吃的是很容易的，对吧？日线的回撤50均线，然后这里又给了一个底分型让你去进场，所以说是不难做的。然后1小时的这个反弹又是一个120天的这个压力位，也不是120均线的压力位，所以这个反弹你也可以出得来，对吧？所以前面减了，你后面就敢于抓。那么在5分钟中之后，这两个也是应该进的，就是说这个的每次回撤其实又造成了5分钟出现了中枢了，这里又出现了5分钟中枢。那么现在它完全下周，当然了，如果说是这个低开的话，它有可能回到这个中枢里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还在这个中枢里震，看它是不是能够再继续起来。以这种方式，现在是5分钟啊，以这种方式来构成1小时那个反弹。那么1小时那笔反弹一定要突破前面这个6609，突破6609是意味着什么？我们再次回到1小时，意味着这是3段了。1小时上出现了3段，1、2、3。这3段又构成了日线的一笔反弹，日线这笔反弹又是那个四浪回撤，四浪反弹，所以说你会发现它是一个5分钟、1小时、日线3个周期的一个立体交易，你一定把3个周期结合起来，你才能够做好，对吧？所以说这个我已经分析的特别细了，我希望能够利用这个例子，因为它非常在技术上来做。你如果说分析的很清楚的话，你就不会，追涨杀跌。首先你不会追涨杀跌，而且你敢进，你是有依据的进，而不是盲目的猜。所以我们既然学，缠论这么一套很好的理论，你就每次进出都有依据，然后止损也有依据。我不是盲目的进的，我是带止损的呀，对吧？我能够承受，在我进场之前我就规划好我能够承受多少的止损，这个止损是不叫杀跌，是你已经计划好要亏这么多了，对吧？而不是说我这个往下跌，我从前面这个位置就没敢进，就没敢出，然后它一直跌，哎呀也没有这个每次反弹也没减仓，然后也都没减，一直扛到这个位置了，然后一反弹，弹了一点，我嘎叽就割掉了，对吧？你这叫杀跌，所以我们是在你计划中的减的那个止损，那个不叫杀跌。所以说一定是说你能够承受多少，而是计划好，在进场之前就计划好，而不是说受不了了、忍受不了了我去割肉去，这是有区别的。好的，那么针对这个标普，我们说的非常详细，希望大家能够，当然了，我刚才在切换中，不同的周期一直在切换，那么有可能相对的，如果说不太了解这个缠论的话，或者不太了解这几个方法的话，可能比较乱，多看几遍，多看几遍的话，就会有深刻的体会了。你把这一个搞懂，其他都一样，你只要把这一个弄明白的话，其他都是一样的。好的，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的朋友问的这个，他问的这个个股 PL。Planet Labs，这是一个全球卫星影像与地球数据分析领航员，是这么个公司。那么这公司一听上去有点像是跟这个 SpaceX，就是马斯克的公司这个 SpaceX 里面的这个 Starlink，有点像是一个竞争对手，对吧？感觉好像挺像，但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Starlink 它是做这个，其实类似一个网络接口，就是网络服务的这个接入商，类似一个 ISP。但是这个的话是一个做这个对地球表面进行每日成像的，然后呢，它又能形成庞大的历史影像数据库，以及这个高昂的卫星集群建设壁垒。
它在行业中的话，它是这个商业遥感卫星领域的绝对的领导者了。它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啥呢？是这个有 Airbus 空中客车，还有这个 Black Sky，还有 Max AR，这些是它的竞争对手。它跟呃跟马斯克的公司是没有直接竞争的，因为那个 SpaceX 马上已经递交申请了，可能要在6月份要上市了，对吧？所以说，如果说它要上市的话，如果说是直接竞争对手的话，可能对它是有压力的。但是呢，呃，这个公司现在还没有实现盈利，然后这个估值呢稍微偏高，所以它的资本支出还是比较大的。呃商业合同的转化周期比较长，然后呢，卫星发射，然后它特别逗的是，它又是马斯克 SpaceX 的这个客户，因为这个它跟 SpaceX 的 Starlink，他们俩不是竞争对手，对吧？然后呢，它又是 SpaceX 的客户，所以说，呃这个 SpaceX 它利用了它这个廉价的发射优势啊，对吧？为政府还有军方打造了专门的遥感和卫星侦察网。所以说，如果SpaceX 假设 SpaceX 也要大规模进入遥感领域的话，那么凭借它的这个垂直的整合，自己造卫星、自己发卫星的这个超低成本，就会极大的挤压像这个 Planet Labs 这种依赖第三方火箭发射的发射公司的毛利空间了，对吧？因为SpaceX 有它的自己的非常大的优势啊，所以说这就是潜在的一个威胁。呃，所以说这个公司对他来说最大的困境就是如何在SpaceX 统治的发射成本结构下维持住自己的数据的这个护城河，这是他现在所处的一个困境。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我们刚才对它的基本面简单的泛的讲了一下，毕竟我也不太了解，只是查了一点点资料。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图形上，那么现在看的这个是月线的一个大幅下杀，然后一个微转，基本上是一个微转，从1.67涨到了37，对吧？然后周线上一个进入段做了一个周线中枢，然后开始一个1、2、3、4、5，非常牛。小 B 段走的非常牛，这全是在小 B 段里面一个五浪上升。那么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第五浪有没有结束？19.98，看一下日线，日线的19.98以后，又是带中枢的进入段2次回落，但是现在这个离开还不够一笔，就看它能不能够先出现一笔之后突破这个37.5走离开，也就是日线上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小 B 段拉升，对吧？如果说那样的话，小 B 段出现拉升了，那可能在上面再做一个中枢，这样的话就是 A、B，这样的话有可能结束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离开是要那个严重关注的，它也是可以，因为现在还没有突破37.05，它不突破它直接往下走的话，那就是这段没结束，往下延那就弱了，那相当于周线上第五段结束了，1、2、3、4、5结束了，我可以走回落了，走回落，因为它离前面这个太近了，离这个30.9太近，很容易就砸回到这里，就在这里做中枢，那就相当于下面是大 A，周线的大 A，然后在这里做周线大 B，看它做完周线大 B 之后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对吧？所以现在重点就在这个第五段，也就是日线的这个结构。所以你要关注的就是能不能够突破37.07，突破了没力度，你要先减一点。就突破了37.05的话，没力度你要减的，防止它回来。防止它回来的话，那么因为这里有一个中枢，还可以13买，你还可以再买回来，然后看它是不是有力度往上走，对吧？就是一段段做。所以说37.05就是你下周真正要关注的。如果说不能够突破37.05，看它是不是要回缩。如果说这样回缩的话，再次跌破这个，把这个价格给它标上。再次跌破这个26.29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了，它是不是要走回落了？就是要走我们刚才说周线上那笔回落，周线上那笔回落，也就是在大周期上，它其实在做周线的这里做一个周线大中枢。那这样的话就是在做那个大 B，对吧？所以说还是要关注周线、日线以及这段
生长的一个后期。这是针对这个Planet Labs PL，我们给大家简单做一下分析。然后我看一下现在市场上其他的，看一下美元指数。我们最近或者我一直在看这个美元指数，因为最近因为这个中东战争，美元指数得到了一个加强。那么它现在一直就在这里有个大箱体，周线上有这么一个大箱体，一直在100附近，非常这个整数关口、心理关口。如果说能够突破这个箱体，可能会出现一个上冲到120周102，甚至是这个200周103，它可以再往上冲一冲，这是我觉得是它的一个极限。毕竟，特朗普这个政府他们期待的是或者期望的是一个弱势美元，因为弱势美元对美国的这个出口是利好的，所以说他是不希望美元强势的，对吧？而且他在任上还有3年的任期呢。那么你想要突破这么重要的继续往上升，没有这个中东战事或其他的一些刺激的话，你想上去的话是不容易的。那么更可能是就是这么一个大的中箱体震荡，也就是在100和96之间吧，97、96之间的这么一个大箱体。那么如果说它在这个箱体震荡，我之所以观察它的原因，是因为黄金、白银会受影响。它如果说下跌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黄金可能会涨，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通过分析它来分析黄金白银。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VIX，VIX 的话也是有一个大箱体。你如果说把这个周期拉长的话，你会发现现在看的周期是季度，有在36到16.53这么一个大箱体，或者说是36到17之间有这么一个明显这么一个箱体。那么现在就是在之前是上冲特别接近这个36这个位置，但是一旦缩小周期，周线上从这个最低点前面这里有个最低点10.62，然后这里是一个超大的一个振幅啊。那么这个中东战争是冲到了这个位置，对吧？也是在36附近，现在开始回落，那就看下周是不是要继续回落，踩到这个200周。我们看一下裸 K，这里有一个200周和120周刚好都在这个位置，也就在这个16和20之间有这么一个位置，是不是要踩到这里，对吧？前面这里也是在这个位置是盘横过很长时间，是不是也要踩到这里然后再起？如果说它能往下来的话，意味着股市那边能够往上涨一涨。这只是在大周期上周线看的。我们再看一下日线，日线上也是一样。其实现在基本上这里是出现了一个日线上出现了一个二脉。那么如果说出现一个二脉能继续往下走的话，那就要去这个120天和200天，正好也是这个大箱体。你如果说在日线上画出一个箱体的话，这里是有一个箱体的。因为是从最低点10.62开始画的话，这里是有一个日线箱体，那么它的箱体的中轨也在120天和200天之间，在这个17.5到20之间有这么个位置，对吧？看它是不是回来，而且你看 MACD 也开始往下走，MACD 也开始往下走，走了一个双头类似。那么往下走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要踩到这个位置，这样的话股市那边可能会涨一涨，也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股市这个四浪这个4可能会完事儿。对吧？踩到这之后，看它是不是要再起，那就意味着股市那边走5了。所以说，你可以利用多种角度来观察，来这个你分析它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分析股票那面，对吧？因为这个 VIX 就是这些大的机构，这帮机构是不是要买这个期权来做保护，才会出现？他们都去买保护了，那肯定要往上涨啊。然后我们再简单看一下比特币，那比特币的话就怎么说呢？就弱很多了。你就会发现它弱的时候，你就不明显，就是没有任何强势的表达出来，一直在下面趴着，对吧？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美国政府没有推出更多有利于比特币的一些政策。它俄乌战争也好，还是贸易战也好，都没有表达出强大的避险功能。所谓的 digital gold 只是一个噱头，现在看的话没有任何贴近任何的避险的功能，反而黄金出现了一波非常华丽的上涨。所以说比特币呀是挺让大家看好它的人，短期来说起码是一个失望的一个状态，对吧？那么，但是呢，我之前经常说，不要去做它的这个期权交易，或者说不要做它的那个，合同交易，因为就不要用那个杠杆儿，因为用杠杆儿的话，它很容易爆，因为它这周末也能交易，就是快速下杀的时候你是出不来的。你如果说去买 ETF 的话，反而能扛得住。首先你周末是交易不了的，然后 ETF 又不带杠杆儿，对吧？你相当于能扛得住这种深套在里面，你能扛得住。
所以说现在没有任何的起来的状态。那么现在这里是做了一个潜在，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了，但是呢，这个中枢其实是个中阴段，你可以把这个中枢画出来。但是其实是个中阴段。什么叫中阴段呢？意味着这里虽然说有 A 了、B 了，已经有 C 中枢了，3个中枢，但是可以说往下走的继续，不是说这里一定要往上走，已经第3个中枢就不是说100%往上走，它也是一个中阴状态，它可以这里继续往下走，对吧？那么就是3中枢趋势下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没方向，就看它什么时候能够脱离这个中枢吧。想要脱离它，一定要带力度，要么往上带力度，要么往下带力度，对吧？你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呃，针对这个箱体这个中枢，你做一下差价操作。如果说有这个能力的话，好的，那我们赶紧再看一下其他的，因为想分析的比较多，现在时间说的比较啰嗦，可能占用的时间比较多。看一下这个 MU，那么 MU 的话，就是，最近呢，就是之前大家不知道对这个闪存市场，你看这个 AI 相关的，可能像英伟达了，博通了，反而没怎么涨，涨的是这些跟数据这个数据中心呢，跟这个存储相关的，还有什么固态硬盘呢？闪存这些股票，像什么 MU 啦、SNDK 啦，闪迪呀，SNDK 中文他们管它叫闪迪，还有美光，这个是 MU 是美光，然后那个三星，还有这个 SK 海力士，这些都是玩这个闪存的，或者叫固态硬盘的，这些的股票特别活跃。你会发现这个 MU 是美光和呃这个闪迪的话，受到韩国股市影响特别大，特别逗。因为这个三星还有这个 SK 海力士是在韩国股市上主板交易的，然后他们涨跌的话，你会发现闪迪和这个美光他们也会受到影响，对吧？那么最近这个下跌呢，对这个美光来讲，尤其是最近这几天，是在这个3月30号下跌了9.9%，说明什么呢？就是好像是微软那个谷歌出了一个什么消息，说他们的一个验证啊，说他们的对内存需求量降低很多，造成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担忧，对吧？然后但是后来谷歌也出了很多新闻来这个澄清，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不管怎么讲，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这个 MU 从这个61.54，这是一个123，4还没出来。如果说你用高低点画的话，4是没有的。但是你用次高点，这里有一个次高，从455画次高的话，这里是回落够一笔，对吧？所以这就是多异性的一个存在，就看你怎么来这个选择。那么简单化的话，就是用高低点画是简单的，其实就是一个123没结束，或者说这个4没出来，它可以在下面的2周可以再次砸跌破这个311.49这个位置，对吧？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笔有效的回落，那就是这个1、2、3、4的4的回落。但是你这个4的回落，你想回到这个125的话，可能性不大，只能说可能性不大。你要从这个起涨点，现在这个回撤还是非常浅的0.382，对吧？你起码可能再往下砸一砸到287，就跌到300附近，我估摸着就是个极限了。如果说真往下走的话，那这样的话回落也够一笔。所以到了这个位置，一定要敢进，敢去买。然后再看一下日线上，那么日线上也是从这个起涨点这个103.38分析，这里有一个 A 中枢，其实这里是也可以看成是在做一个 B 中枢，这就是你用同级别分解，它是可以是一个 B 中枢的一个震荡，就是在这里震呢，它可以再次上去的，对吧？那前提就是这里，你看它这个回踩到了120天上。踩到120天，然后一个回拉。现在就看它，首先是中枢中轨，然后中枢上轨，然后这是前高，这好3重压力在上面，所以说就看它能不能够，上得去。但是呢，它也有分红，然后这个下一次的财报还没出来，现在只是一个约等于，就是大概的那个时间还没有出来具体时间，所以说就看它能不能够，出现一个上浮，就是还是一个中枢震荡，就是这个日线的中枢震荡。简单看一下这个闪迪，
但是这几家公司，我们现在说一下，就是有闪迪、有美光、有 SK 海力士，还有这个三星，谁是龙头，对吧？我们讲的是基本面选股，先分析基本面，然后是这个比价关系，然后比价关系是要看在同一个行业内你选择的这家公司是什么地位。我们基本上只选某一个行业的一个龙头，这是你要做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面。那么这几家公司，这四家公司的话，龙头其实是三星，三星电子，而且三星的市值也最大。三星的话，基本上在呃8、9千亿美元的一个市值。那么 SK 海力士的话是在5000多亿美元的一个市值。然后美光，也就是这个 MU，它的市值是在4000左右。4000亿左右的一个市值，然后闪迪的话稍微小一点，闪迪在这个650到700亿的一个市值，因为闪迪呀、它其实是从那个西部数据分拆出来的，对吧？它之前是在西部数据下面的一个子公司，后来分拆出来的。但是这几家公司，这四家公司的话，虽然说三星是这个龙头，它的市值最大，但是三星比较杂，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业务，做闪存呢，做这个跟其他这些美光啊，还有闪迪竞争的话，它就是不是那么的单一，所以不好弄，而且它是在韩国上市的，对吧？那么对于美股来讲，那么美光其实是类似一般说它叫存储概念的第一股是美光，但是这个闪迪的话，它的这个盘子比较小，所以你会发现闪迪的波动会比美光的有时候大，而且它的结构也简单。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它在这个因为它是分拆出来的嘛，对吧？它是在25年2月份才上市，25年2月上市。那么在周线上的话是一个1、2、3、4，现在是一个4的一个结构，而且是周线的4。这是我们这个，因为它这个第5段还没出来，是有希望出现一个5，然后再看日线上，也就是说这个1、2、3、4，但是呢，你如果说在这个日线上分析的话，它也是可以是一个1、2、3，然后这是进入段，然后在这里做中枢震荡，看它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上生长。这个闪迪其实是在这个位置，在691、691这个位置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负面新闻，就是这个香源，就是一个专门做空的一家公司，出来要做空它，说要做空这个闪迪，说是它什么估值高啊这那的。一般这些像香源了、浑水了，他们做空的话，一般之前是盯着什么呢？他们之前第一桶金是盯着那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然后说这些中国公司造假呀，他们经过了调查呀，对吧？然后他们是先做空，然后再把这个报告扔出来，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暴跌。但是你这个方法用在中国的一个公司可能好用，但是你用在闪迪这种，你说它有泡沫，谁不知道有泡沫啊？对不对？谁不知道有泡沫？有泡沫为啥有泡沫？有泡沫其实是好事儿，有泡沫其实是好事儿，因为它这个行业是在发展过程中的，有泡沫不是很正常的吗？你把这个逻辑放在了这些公司上面来讲，你在这个位置做空了，当然了，你如果说做短线的话，这也有20%的一个空间，是有利润的。但是你想拿到你做空那些中国公司的那个一下就给你跌个50%，一个大缺口下来，或者说跌个这个成倍的往下跌，那是不太可能的，对吧？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消息面的一个刺激，反而是构成了你买入的机会，反而构成了你买入的机会，尤其对这个好公司来讲，就是说，不要被市场中这么多的噪音影响你的一个判断。那么针对它的话，其实还是一样，跟刚才那个美光很像，就是在日线上在做这个中枢震荡，但是它相对的这个盘子小一点，震动大一点。但是针对这种我们讲了基本面比价关系，然后再看技术面，只要在这些面都分析好了之后，你是敢于买的，你要敢于买，然后到了这些上沿之后，你要敢于卖，就是一个箱体震荡。好的，那么分析的相对的是比较多的，但是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看一下大家提问比较多的吧，分析一下这个 ARM。ARM 的话，就是这个周线上是一个9段，1、2、3、4、5、6、7、8、9，然后现在看它是不是要离开，对吧？因为这个最近这波大涨是因为 ARM 也要下场自己做这个 CPU 了，
因为这个消息的刺激出现了这波大涨。那么我们现在就看它图形上的话，现在这里是一个123，但是这个回落呀，最近也是出现了这个3天的大幅回落，但这个回落并没有碰到前面的134，没有碰到134的话，那就说明它这段其实是一个中阴状态，就是说它没选方向，它要么是继续往上走，继续往上再生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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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166.69，意味着这是这个3的延续。但是如果说它选择往下走，再次跌破这个136的话，它可以是这样，那就意味着这个是166.69的下跌延续。这样的话，其实就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它可以是回来之后做一个中枢的。这样做一个中枢之后，你要买的是这个结构买点，看它是不是能够继续上去，还可以回来给一个3买之后再往上走也可以，对吧？所以就看它下周就是看它怎么选。那么这段在日线上你是没有办法交易的，你要想交易就去它的更小周期了，看它更小周期上有没有更多的给你去做短差的一个交易。所以说在日线上就盯着这个134.25，看它跌下来之后，它也可以跌到这个120周，看到没有？120天呢，跌到120天这里也是跌破了这个134.25，跌到这个位置，哎，也形成中枢了。那这个位置要敢于买的，看它是不是要上去。这是针对这个 ARM。然后我们再简单看大家有过提问的这个 Netflix 的话也是这个收购案结束之后，这是一个大幅上涨。我们现在看的是裸 K， 对吧？大幅上涨之后，当时是顶到了120天附近，对吧？不知道有交易它的朋友有没有减仓？那么减仓之后又给了一波回落，这个回落我当时就建议，就这波你不要追它，要买回落。那么这个回落也是给到了一个非常技术的0.382，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回落0.382，这里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然后又出现了一波上涨。现在是，就这个买是你能够，如果说你在上面减的话，这个要买回来，因为针对这个的话是一个2、3买重合的买点，因为下面有个类中枢啊，对吧？所以这个买点是一个2、3买重合的买点。那么买完之后，现在又一波上涨又出现了，现在也在120天之上，就看它下周是不是要再次突破前面这个100.09、100.19。突破它之后，这里就是一个123了。那么这里形成123之后，就关注这个是不是周线上形成一笔反弹之后，你要去这里可以去测一下它的这个大幅回落的这个位置，看它是不是要到104或者到111。如果说周线上能够弹到104或者111的话，那上面还有一点空间，意味着这个可能要去200天这个位置，看到没有？有可能去200天，所以说它继续往上走的话，你就要注意200天这个位置。但是呢，这个 MACD 你会发现，这个现在是一个类似空中加油，所以这个加油之后一定要有力度。如果说出现空中加油了，但是力度上不去，就很容易背驰。也就是说，它突破了100.19之后，如果说没有力度的话，就会很容易出现123的3的背驰。你也可以用黄金分割测一下，对吧？那等比例在115呢，需要到115才不背驰。那如果说只是在200天的话，就是在106附近，那这样的话是容易出现背驰的。所以针对这个 Netflix，你要关注上面几个位置。好的，那么我们最后还有1、2分钟再看一下这个博通。那博通的话，大家有问过，那么大周期上它也是回撤了一笔，现在本周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低点289.96，但是呢，在周线上还是潜在的这个2买，跟前面这个1买来讲的话，对吧？那么日线上看一下，这个回落现在已经结构挺饱满了，有进入段，然后有这个中枢内部构造，然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低点289.96，然后也是出现了这个日的底分型，对吧？其实它就是做中震荡，你只要踩准了节奏，中枢下方背驰的时候买，中枢上方力度衰竭了，背驰了，内部有结构背驰了要卖，对吧？简单的有中枢这个3段之后，其实后面这些的交易其实就简单的，你要敢买敢卖，你这样的话你的成本就降下来了。所以说，针对这个博通的话，也是现在是有潜在的周线上要给你出现这个，如果说这段结束的话，有希望再微转，或者说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对吧？你现在要交易的其实就是这一笔反弹，具体到什么位置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要强，要强势拉升，突破120天、200天。所以这个其实是这个，因为前面这个饱满度是够的，所以说要可以开始跟它了，防止它快速往上拉。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讲的相对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